the sunset in your eyes. Hello everyone. You've probably heard this before. Growth doesn't announce itself. It's quiet, often wearing masks, unfolding in the most unexpected ways. In the moment, it can feel insignificant, sometimes even terrible. But years later, when you look back, you realize those moments shaped you more than you ever knew. The ones that seems to break you were the ones that actually built you. That's the story we're telling today. 有些小孩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惊天动地的。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这样的小孩。他出生的那天晚上，一切就像命运安排的一样。这每一件小事，如果你把它分开来看，通通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它就是那么不刚好的用特定的顺序排列在一起，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男主人没有赶上末班的火车，隔天才会回家。家庭医生在这天晚上来看过女主人，告诉大家今天晚上还不会生，不过就快了，请大家好好的准备一下。紧张的厨娘赶紧提早下班回家去，因为她知道再过2天大概她就要住在这里很长一阵子。厨娘下班之前还提醒因为生病而有一点疲倦的仆人赶快去阁楼的房间休息，因为明天一早起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熬汤，要切菜，要洗菜，准备食材。管家跟厨娘道别，把大门锁好，他想着要检查门窗，他要去熄灭烛火。但是就在他要做这些事情之前，他听到了厨房的声响，突然想起来啊，刚刚厨娘还有交代他炉子上那一锅鸡汤要赶快的微温温好，准备半夜女主人醒来不舒服可以喝。管家赶快去厨房看看动静，发现鸡汤都溢出来了，他赶快处理擦拭干净，就在那边顾着那一锅鸡汤。他等着，因为炉火的温暖，壁炉的温暖，他竟然不小心开始打瞌睡了。没有人有机会想起来客厅还有一扇没有关好的窗户，也没有人会料到今天晚上会刮起非常大的风。窗帘没有拉好，没有绑好，风一吹，窗户打开，窗帘开始飞。半夜做了噩梦，被自己的噩梦惊醒的小猫吓了，乱逃乱窜，撞倒了烛台，才新铺上了羊毛地毯。窗边才整理好还没有收到书柜上的新的藏书，1秒之间几盏烛火，遍地开花。豪华的别墅沉睡在寂静的夜里，火是没有熄灭的。突然之间，一声尖叫声划破黑夜的宁静，女主人阵痛惊醒，大声的喊叫。终于，在梦中的人们都醒来了。他们分不清眼前到底是梦境还是真实，熊熊的烈火让他们瞬间完全无法思考，急着要救火，听到楼上的尖叫声，又急着要去救女主人。混乱当中，大家做了100件事情。这天晚上在烈火当中，女主人生下了一个女婴。生下小孩之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等到火被扑灭，被熏黑的房间里面，众人赶到之后，看到血泊当中躺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婴儿，他的身体好像在发光一样，所以所有的人都叫他奇迹。 Miracle 就是这个小女孩的名字。我们今天要说她的故事。 Miracle 虽然没有妈妈，但是她爸爸很爱她，家里所有帮忙的人也都对她很好，她开开心心的长大，而且爸爸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好，顺风顺水，大家都很开心。直到有一天，他的脸上开始出现一颗痣，一开始没有什么，但是很快的，这些痣像自己会自动繁殖一样，变得非常的多，好像很多的芝麻全部撒在他的脸上。你远远的走来，看到的不是他的脸，是看到一团黑色的东西。这个景象让大家都会看了倒抽一口气。他的爸爸当然非常紧张啊，想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女儿是不是得了不治之症。可惜爸爸遍访名医，把所有能够请的大夫都请到家里来看，甚至带着女儿到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拜访各式各样的医生，大家都束手无策。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他的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那张脸，任谁看到都会
呆住了。那他的爸爸当然很舍不得女儿这样啊，他会想，天哪，我女儿要是再这样子在路上被人家欺负怎么办？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看怎么办？所以他决定，没关系，我有钱嘛，我就打造一个堡垒，把我的女儿照顾在里面，我要让她都不用出门，就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他的爸爸就这么打算的，所以他就更努力的赚钱，到处的出差谈生意，打造了一个很豪华的城堡，里面请了非常多人照顾他的女儿 Miracle， 请了非常多的家庭教师，轮流的照顾她，教她各个学科。但是没想到 Miracle 因为脸上出现了这个问题，再加上爸爸又常常不在，他开始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找人发脾气。那家里的仆人哪一个人敢对他怎么样？而且大家其实也不太敢正眼看他，因为那个脸太可怕了。那越是这样，他就越生气，他就越想要找别人的麻烦，导致每一天他都是大吵大闹的收场，不然就是哭哭啼啼，哭到睡着。而所有的家庭教师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办法，要么呢就是做一下辞职了，要么就是留了下来，为了重金礼聘，因为爸爸花很多的钱请家庭教师可以留下来教他的女儿。那这些留下来的家庭教师呢，通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 Miracle 能闹就闹，反正他只要好好的活着就算了。所以啊 Miracle 从头到尾没有一堂课好好上，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直到这一天，新来的家庭老师 Jane 按下他家的门铃，改变了这一切。这一年 Miracle 10岁，他在上 Jane 老师的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老师跟他这辈子所有认识过的人通通都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很难形容，该怎么说呢？ Jane 老师的笑容是他一笑，你会想，我完蛋了，如果我是那个做坏事的小孩，我手心恐怕都要冒汗。 Jane 老师的眼睛非常的明亮，像两面镜子一样，如果你跟他对视3秒钟，如果你有见不得人的秘密，你可能都会情不自禁吓得全部脱盘而出。重点是Jane 是 Miracle 看过长得最好看的人，他想，就算他自己脸上这些黑黑的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不见，他也没有 Jane 老师好看。所以他看着Jane老师，越看越觉得好羡慕哦，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想啊想啊，他的思绪就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了。别的人看会以为这个小孩很认真在听讲，可是呢 Jane 心里心知肚明，这小孩思绪飞了，不知道在想什么。下课之前，他发了一张考卷给他写。Miracle 这辈子没有一堂课好好上过，他怎么可能会写考卷呢？那10题他有11题不会写，他就咬着笔杆在想，等一下该怎么应付这个老师呢？我通通都不会写，他会对我做什么？会叫我罚写吗？会叫我罚站吗？会跟我爸告状吗？算了，那不重要，我爸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如果我爸怎么样了，我就哭就好了，反正一哭就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他从小到大练习的招数。那反正考试考不好，老师顶多就叫他写作业吧。那反正作业他是一个字也不会写的，他已经笃定了，我就是不写，你能拿我怎么办？难道你要逼着我拿着我的手，然后写字吗？不可能嘛！他心中就这样得意洋洋的想，大概最差就是这样吧，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好啦。可是突然之间，他又觉得有一点害怕，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他从小到大对身边所有的人耍赖的招数，在这个老师身上有可能都行不通哦。正当他在有一点担心到底要怎么对付这个老师的时候，老师把他的考卷拿了起来。因为空白嘛，所以不用1秒钟就看完。他很紧张，想说老师要说什么了，他要跟老师对抗。没想到老师对他淡淡的微笑，说今天就这样，下课咯。Jane老师就头也不回的走了，这可把 Miracle 吓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Miracle 当然要追上去啊，他追着追着，看着老师一直走一直走，走到长廊尽头的那个房间。那是一间很少人会去打开他的门的书房。门一打开， Miracle 跟在后面急着大声的问，你这样就下课了？我刚刚一题都不会，你不骂我吗？ Jane 看着满是灰尘的书架，叹了一口气，卷起袖子准备要打扫，没有想要回答 Miracle 的意思。 Miracle 当然受不了啊，怎么可以有人不回答他的问题呢？他就戳戳老师，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Jane 淡淡的说，你有问题要上课问啊，如果你在上课的时间问我任何问题，我都会尽我所能努力的回答你。可是现在是下课时间，请问一下，我为什么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呢？这把 Miracle 吓住了，说的好像有道理，可是不行。他情急之下就说，不是啊，那今天没有作业吗？我想要确认一下哦，你没有要出作业吗？ Jane 那时候看着 Miracle 的表情，他自己很想笑，但是老师就说要忍耐，他不能笑。他忍住了，保持面无表情，说，抱歉，不知道原来你那么认真，那是我的不好。这样
今天的作业就是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找出一本上面没有灰尘，而且是你喜欢的书。找出这样的书，你今天的作业就完成了。Miracle 皱起眉头，我才不要，这什么作业啊？而且这里的书都那么脏，我怎么可能找到一本没有灰尘的书呢？ Jen 完全没有在管 Miracle， 他就自顾自地开始清理书架上的书，然后放在书桌上一本一本叠起来。很快的，整个书桌就已经布满了一摞一摞高高低低的书。Miracle 看着他，仿佛 Miracle 是一个透明人一样，他就有一点快要生气了。他跺着脚，他突然觉得很无奈，因为 Jen 都不跟他说话，他突然间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发 Jen 脾气的地方，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想离开那里，他越想越气，他就找了书桌旁边的椅子坐了下来，看着 Jen 的背影，越想越生气，他的脚就开始不安分的踢书桌，摇椅子，发出奇怪的声音，想要恼怒 Jen， 就没想到 Jen 完全不为所动，只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说，桌上的书都是干净的，你可以随便摸随便看，你就选一本你不要选你喜欢的，你选一本你最不喜欢的书，这样今天的作业就完成了。 Miracle 本来要吼回去的，听到说选一本最不喜欢的书，太简单了，全部我都不喜欢呢，那就随便选一本好了，太简单了。他的手情不自禁的先做出了动作，翻开了他面前第一本书，大部分的字他都看不懂，但是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名字 Miracles and Modern Spiritualism 的所有的字里面，他只认得第一个字 Miracles， 因为那是他的名字。他想，太好了，我完成作业了，他就把这本书拿起来，拿到 Jen 前面，就是这本，我最讨厌这本。 Jen 看了一眼说，那请问一下，这为什么是你最讨厌的书呢？ Miracle 不假思索的回答，这是一本在说奇迹的书，我讨厌它。 Jen 说，不是，你没有回答我，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这一本是你最讨厌的书？这明明是你第一本拿起来的书，你都还没有看过其他的书，表示你没有经过比较，没有经过比较的事情，我们就不可能得到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结论。你说这本书是你最不喜欢的书，这句话并不合理，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至少应该把桌面上的书都翻过一遍，确认了这一本真的是你最不喜欢的，那才算完成作业啊。Miracle 不知不觉地听着 Jen 哇啦哇啦地说了好久的话。刚刚上课的时候 Miracle 都没有发现，原来 Jen 老师的声音这么好听他听了都入迷了，听了都觉得他说的话好像很有道理，情不自禁差一点就要开始点头，他就我不想点头。然后呢，他的双脚就像被 Jen 老师的声音下了咒语一样，默默的就乖乖的无奈的走回书桌旁边，看着一整桌子的书，他小声的抱怨说，但是我很多字都看不懂啊。Jen 轻柔的说，看不懂的你可以问我，今天上课的时候你都没有问问题嘛，所以呢，上课的时候可以问的10个问题，现在我还是可以让你问，一天可以问10个问题，只要你问了，我都会尽力的回答你。 Miracle 脑筋聪明的很，他马上听到10个问题，桌上那么多书，10个问题根本就不够啊。没想到 Jen 老师说，那你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对了，刚刚那样就算一个问题，所以你现在还有9个问题。 Miracle 正要生气说什么，他就马上捂住自己的嘴巴，他知道他不能再乱问了。 Miracle 就又开始盘算了，他想，这件事不难嘛，桌上这么多书，我就假装摸几本，假装问他几个问题，假装我都看懂了桌上每一本书的书名，然后选几本名字比较多的去问他问题，这样今天的作业就做完啦。但是他心中开始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虽然说好像可以这样就把今天蒙混过去了，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方法今天对他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他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也太无聊了吧，我还要假装哦，因为无聊就是会让他很生气。他之所以常常发脾气，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觉得很无聊。而且他刚刚翻开那一本 Miracle 的书的时候，他自己还兴奋地跳了起来，虽然是一本他最讨厌的书，但他还可以感觉到那种 I found it 的那种兴奋的感觉，那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心脏开始扑通扑通的狂跳起来。他看着一整桌子的书，高高低低的每一摞都不一样。他想 Jen 为什么要这样摆？他好想问哦，
突然他脑筋中对于 Jane 做的所有事情，他都有非常多的问号，可是他竟然只有9个问题可以问，他不能浪费问题，他要很小心的说话。他一本书又一本书的翻，虽然大部分的字他都看不懂，但是他却觉得好像在探险一样，好有趣哦。还有一本书有烫金的边，他用手指抠了那个烫金的边，还有颗粒感。他情不自禁凑近闻了一下，这味道好奇怪哦，虽然闻起来不好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又想凑近鼻头多闻了好几次，那个味道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然后他又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面有很多的符号，他都看不懂。封面上还有星星跟月亮，他的手又开始抠的那个星星，看着那个月亮，他好奇的一页又一页的翻。突然出现了一张插图，这张插图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留着非常长的头发，坐在弯弯的大月亮上面。他偷偷看了 Jane 老师一眼，他很想问他知不知道这个女生是谁，可是这样问了之后，他就只剩下8个问题了，而且他并不想让 Jane 发现他好像有点喜欢这本书，所以他就假装的合上书本，想说再去翻翻看别的书。没想到他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想要什么就可以马上得到的小孩啊，他怎么可以忍受坐在那里然后不知道坐在月亮上面的女生到底是谁？所以他就开口问了，这个女生是谁啊？ Jane 看了过来，发现 Miracle 捧着书，指着书上的插画。 Jane 微笑地说，那不是女生，她是女神。Miracle 马上就追问，那她是谁？女神是谁？ Jane 说 Celine。 Miracle 继续问 Celine 是谁？ Jane 说 Celine 是 Hyperion 跟菲亚的女儿。那他们又是谁？他们也是神啊。提醒你一下，你今天只剩5个问题哦。 Miracle 突然跳了起来，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什么规则啊？那些都是1个问题啊，刚刚那些不算啊。 Jane 很平静地说，为什么不算呢？刚刚那些问题都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所以你问我，那怎么会不是问题呢？ Miracle 就开始想，没错，刚刚太大意了，所以问了很多很像在原地绕圈圈没什么意义的问题，问了半天他还是不知道这本书关于月亮女神到底在说什么。他冷静了一下，脑筋转了转，想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要问的是，这个女生她坐在月亮，等一下问完哦，你还不能回答我，该怎么问呢？我知道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事在说什么？他想，这样总可以了吧？你会告诉我故事在说什么吧？结果 Jane 思考了一下说，这个故事在说有关于月亮女神的故事。 Miracle 这时候真的受不了了，他提高了音量大喊说，你太狡猾了，你不可以这样。他脚跺着地板说，这样子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不是一样吗？ Jane 这时候大笑了出来，看着 Miracle， 他用赞赏的语气对他说，你竟然知道用狡猾这2个字，看来我低估你的程度哦。 Miracle 无奈地坐在地上想，这下好了，只剩下3个问题，这3个问题问或不问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的。他觉得 Jane 绝对不会好好的告诉他这本书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可是他真的好想知道哦，但他又看不懂。他看着那个插画上面的月亮女神，思考了很久，终于他说，好吧，反正我现在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我第一本看的那个叫做奇迹的书。我现在有比较了嘛，这本跟月亮女神有关系的书，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惜你并不想告诉我。但是那本奇迹的书，我看书名看到奇迹2个字，我就一点都不想看，我讨厌那本书。这就是我今天的作业，作业交完啦。Jane 把裙子上的灰尘弹一弹，对他点点头说，你今天的功课完成了，你做得很好，你可以去玩啦。 Miracle 有气无力地说，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对吧？我要去玩什么？这个房子我从小到大玩遍了，有够无聊的，根本没有什么好玩，大家又不让我出去，除了在院子里面跳之外，我无聊到快要发疯了。而现在我很想知道这个故事，你却不告诉我。 Jane 说，你刚刚是在问问题吗？ Miracle 说，什么意思？所以只有我在问问题，你才会回答我吗？ Jane 说，是啊。然后他给了他一个非常狡猾的笑容。 Miracle 这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你又耍我，我又少了一个问题了。算了，今天算我输，我们明天再继续。他突然间觉得斗志满满，他把那本月亮女神的书抱在胸前，趾高气扬地关上门，回到他的房间。 Miracle 觉得自己从来没有那么期待过明天这件事情。
他急着明天赶快来，那他就还有10个问题，他一定要好好把握，好好思考，怎么样才可以问那10个问题，让他明天可以很快的知道关于月光女神的故事。他整个晚上都在翻那本书，大部分的字当然他都看不懂，但是因为有很多的插画，他光看插画他就开心的不得了，开始拼凑这张插画应该是在讲什么事情，连着上一张插画，那整个故事好像又往什么走向。才1个晚上的时间，他已经把所有插画的页数都记在脑海里面，背得滚瓜烂熟。他躺在床上，情不自禁的不断重复着那一连串很长的数字，060937391088，从头念到尾，再从尾巴倒着念回来，好像咒语一样。就他被他自己这个很荒谬的行为逗得发笑，结果没想到开始笑了，就停不下来了，越笑越疯狂，捧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笑，笑到某一个瞬间，他突然觉得什么东西好奇怪啊！他好奇的摸摸自己的眼角，是眼泪。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笑的时候也会哭。这一天，院子里有满地落下的枫叶，这是他认识 Jane 的第1天。这一天，他一直到深夜都睡不着，抱着那一本有关于月亮女神的书，抬头看着窗外的月亮。这也是第一次，他很期待天亮。我们故事还没有说完哦，下礼拜继续，我们下周见哦，拜拜。With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I couldn't find the strength to say what was running through my mind.